相传南洋有种邪术，需要少女鲜血、蜈蚣、蟾蜍、蛇蝎等邪物做药引，喂给怀孕的母狼人，就能生下绝世魔婴。与此同时，在山间一处隧道中，一群村民正在抬棺时，悬挂棺椁的绳子突然开裂，只见棺材盖打开，里面女尸的肚子越来越大。旁边老道见此情形，心里有点慌，毕竟清楚自己几斤几两。这时九叔赶到，说有人在借尸养蛊，不用怕这逗小场面。旁边的老道吹鼻子瞪眼，好像不太服。九叔也没鸟他，随即抬手掀起一口棺材盖，里面干枯的尸体上爬满蛇虫鼠蚁。九叔还在想，谁闲着没事干养这玩意儿？突然一位大婶急急忙忙地赶来，说他家的黄花大闺女不见了。九叔当即开坛做法，众人跟随灯笼来到一片小树林，发现大婶女儿正在不远处站着。细心的九叔一眼便看出不对劲，可此时的女尸已经发起攻击，还好九叔有所防备，电光火石之间便将其制服。随后众人将女尸送回义庄，仔细查看尸体身上的蛊虫，再联想到村里最近有不少花季少女失踪，九叔心里合计，应该有人暗地里养鬼蛊婴。画面一转，在一处山洞内，巫师钢蛋正在祭台前跳社会摇，为的就是给他儿子报仇。就在几年前，钢蛋的儿子下山历练时，路过樱花镇，看到村里刘寡妇正在夜跑，便心生歹念，将其给办了。村长得知后，请来道士将其抓捕，当晚便将这熊孩子给火葬了。等九叔赶来时，人都已经烧成黑疙瘩。钢蛋在得知消息后，气得直咬后槽牙，一怒之下闯进村里，大杀四方。还好赶到及时拦下了他。正当钢蛋被打得吐血倒地时，九叔耳边传来婴儿啼哭，让他分心，导致钢蛋逃跑。殊不知这一举动将会给村里带来灾难。女人正在卸妆睡觉时，房门突然被打开，她还以为老王又过来了，叫了几声，发现没人回应。就当她准备关门时，房内油灯突然熄灭。此时妹妹冬梅恰巧路过，看到姐姐房门大开，于是叫了对方几声，见没得到回应，便进屋查看。就当女妖准备下手时，突然屋外有人叫她，只好暂时离开。就这样，屋内的姐姐彻底没了活着的可能。次日，巫师钢蛋开始隔空施法，被咬伤的淑芬痛苦地在床上打滚，接着一口浓痰吐出，彻底成为行尸走肉。屋内伺候的丫鬟看到此画面，吓得嗷的一嗓子跑了出去。就在这时，保安队长龅牙溜进淑芬房间，欲进行不轨之事，可下一秒竟衣衫不整地飞了出来。随后中邪的淑芬腾空飞来，还好九叔及时赶到，直接撒一把糯米，接着取出朱砂笔印在女尸额头。九叔探查到屋内还有位厉害货色，于是让秋生文才将围观群众赶走。随后九叔直接催动桃木剑，将女妖钉倒在树上。只是临死前，女妖却笑了，因为钢蛋精心喂养的魁骨婴马上就要出世。九叔心里咯噔一下，撒丫就往警局方向赶去。打开一间柴房，发现屋内到处都是血迹，于是众人在屋内寻找。就在秋生打开衣柜的瞬间，魔婴飞了出来，还好九叔眼疾手快，一张符纸贴魔婴脑门上，要不秋生就要到下部电影里客串。可这小玩意竟不怕符纸，九叔心想是你飘了，还是我握不动刀了？当即咬破指尖往铜钱剑上抹去，结果就在九叔刺出的瞬间，竟让刚出生的魔婴掰折了。九叔秋生没有一丝犹豫，扭头跑出房间，并用金丝线将房门封死。这时龅牙想去凑热闹，便拿起火把前去查看，不料被魔婴一把锁后。外面人看不到的是，魔婴他妈的头都快摇掉了，意思不让魔婴伤害对方，于是只好将手松开。就在这时，小兵说司令来了，还带来一位牛鼻子老道。老道上去就是一脚，直接送魁骨婴母亲去往西北。随后老道表示屋内还有只小的，交给自己就行。一群士兵准备破门而入，结果里面出来的却是九叔师妹。他不忍看到这个小生命遭遇不测，所以他就假装怀孕伙同九叔，将魔婴救了下来。通过刚才的打斗，九叔也感觉这孩子还残存些许人性，于是便将魔婴带回了义庄。女人身姿婀娜地躺在小树林里。你有没有点出息？做事一定要冷静。小娘们儿，你休想诱惑我！你把我阿吉当成什么人了？阿强，上！这时九叔赶了过来，发觉不对，便做法开天眼，深情一眼差点把隔夜饭语出来。随即九叔拿起柳条，朝女妖就是一顿鞭策。弄疼人家了。就在半个时辰前，村里来了位老道，说九叔家私藏魁骨婴，便号召村民将魔婴找出灭口。但经过一段时间相处，九叔发现魁骨婴并没有古籍上记载的那么坏，于是便带人拖延时间，让俩小孩从后山逃跑。等到村民进屋搜查时，俩孩子早已跑出去2里地。不料巫师钢蛋突然出现，抓走了2人。等九叔赶到山洞时，这里只剩小女孩的手镯和一滩血迹。与此同时，被彻底魔化的魁骨婴正在村里大肆杀戮。随后钢蛋将全村人抓了起来，打算将众人炭烤，来报当年儿子被烧之仇。就在这时，九叔带大部队赶到，而魁骨婴朝众人飞去，一手一个小保安，很快保安队便被打得溃不成军。与此同时，钢蛋开始和九叔斗法，
这么多年过去，钢弹还是个菜鸡。九叔哐哐几脚就将其踹飞，而秋生也在和狼妖打斗时，一脚将火盆踹倒，正好掉在村民们下方的柴火上。九叔见状急忙施法，七星北斗乾坤移，山川之水平地起。随后将碗边打碎，瞬间洪水倾泻而出，将火势熄灭，救下村民。就在钢弹想控制魁古鹰攻击九叔时，小女孩吹响海螺，唤醒了魔鹰心中仅存的一丝善念。九叔趁钢弹愣神的间隙，立刻冲上去爆 K 钢弹。就在这时，固定棺椁的木头断裂，几人扑上前去拉住，可仍旧无济于事。危急时刻，魔鹰出现拖住棺椁，救下了里面的小女孩，而钢弹也被九叔一脚踹进火焰中，饮恨西北。而九叔也不再执意除掉魔鹰，选择让他回归自然。影片结束。